大众点评带你发现好去处，精彩继续。掌声欢迎小齐。来吧，主咖。哎呦，谢谢各位，我是小齐啊。最近特别爱这种虚假的掌声，就让我感觉啊，我是明星。谢谢你们，我还知道自己的知名度的啊！我知道，大概是每3个月会有个姐姐在街上把我认出来，那种说：“哎，我认识你，你上过那个，就那个中专。”我以为要说主咖呢。主咖这个节目你们看了吗？看了。谢谢，对，我在里面当副咖啊。真的，这个节目播完了，真的太开心了。因为终于可以好好骂骂这个破节目了。真的，我当时太难了，每天都要跟那些硕士导演解释什么是中专，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帮我的内容把关嘛。把关各位理解吧？把幽默的门一关。他们质疑我的时候，我每次解释都感觉我自己很屈辱。因为我段子不说我16岁参加工作嘛，他说不对呀，小学、初中加你中专3年，怎么能16呢？我说对不起，我13上的中专。他说13让上中专吗？我说我不知道啊，没人拦我呀。我当想这是干啥？质疑我学历造假。他说不是，我就不知道。他说这个事儿好像有法律关系，我们得问问法务。你知道我当时吓坏了，朋友。我说问法务，问完我不会犯了什么偷学漏学罪吧？法官直接判你终身上学。朋友们，这个世界怎么了？啊，大家听说13岁上大学，神童吧？我13岁上中专啊，犯法吧？哇，太棒了！我们不能也是跳级吗？法务也没处理过这种情况，他说可能有风险。你有什么东西能证明一下这事儿吗？朋友们，我真不知道咋证明。毕业证我扔了，谁知道这玩意儿有用啊？我之前找工作说我是中专，没人不信呐。没人，我看你像博士。让我查学信网，我一查中专不进学信网。学信网的全称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中专是中等教育。而且我查了，我们没有低等教育。我记得上次这么分的是星某课呀。我现在觉得大学改名吧，咱就中专、大专、特大专。而且你知道我查学信网多难吗？学信网的验证码是一道题。我感觉有点傻，我做不出那道题的时候，我就感觉他应该已经在劝我了，这里没有你想要的东西。
没法证明了，朋友们。而且我发现我的母校被合并了。朋友们，准确来说，我现在是小学生。朋友们，今年又来了很多低学历赛道的演员，他们绝想不到我又进化了。哥们儿无敌了，我不信会有人把学历停留在大班儿。大班儿。我现在算制霸低学历赛道了。但朋友们，我真的不想困在这儿，我想突破，你知道，我不想80岁了一上台还是我是脱口秀的小学生。但我知道我这样，我上来就读书肯定是激进。我想去大学，就我看看，我不上啊。我没去过大学，我一直想去看看，因为这事儿还特意找的张绍刚老师。你们敢想，他居然是中传的教授。谢谢。对，给张老师的掌声可以啊。对，我也没想到，以前我以为他只是没素质，然后没想到他这么有文化，你知道吗？一聊天真的是那样的。我去他请吃饭嘛，我在那抢买单，你知道吗？抢买单我花2000多，我真没想到这么贵。你几个人多大个嘴？对不对？我求他，我说求你了，让我大学看看吧。我花完钱才知道，大学小程序预约就能进。为啥呀，朋友们？因为我从小听到的都是那些好大学不是你想进就能进的啊。我当时上的中专是不让随便进的。大学可以随便进，中专不让。其实我想了很久才想明白为什么，因为大学不会有校外的人来找事儿。不会有人一脚踢开北大的大门，在那说：“你们老大谁呀？”啊？谁？蔡元培？打扰了。但谁能想到那天张绍刚教授亲手教我的小程序预约。在那说：“小齐，别吃，小齐，你不知道啥？他打断别人的时候，指尖跟下巴是连上的。小齐。”还真是，还找。小程序下拉。朋友们屈辱，我让一个老头教我使手机。不赖我邵刚老师，观众共鸣了。我还问为啥吃个饭花这么多还不好吃？我说邵刚老师，你教我用小程序，我教你用大众点评必吃榜。大众吃出来的美食榜单，想吃好可不能脱离大众，别总点评大众，多用大众点评。哎，谢谢各位啊。好，朋友们，第一次真的很感谢邵刚老师让我去见了世面，真的。我第一次去大学什么感觉？朋友们，就感觉大学真大呀，还有体育场、家属楼、奶茶店，就是那个蜜莎莎城。真的，我每年都刷到什么大学又缩招了，我真以为他没有地方了，招不下了。我想你把奶茶店你改成教学楼，不是又能收50个中专生吗？
你奶茶店你只能收俩中专生嘛。我感觉逛那个校园，我大脑已经过载到没法跟人正常交流了。那还遇到了一个认识我的观众，这哥们儿太好客了，要领我上课。说走，咱俩一起去上新闻采写。我当时什么新闻采写，扎手指头啊！我知道有点愚蠢这个想法，但我发现那些大学生不了解中专的专业，他们也很愚蠢，因为我中专学的是动漫与游戏制作嘛。哦，哇，惊奇吧？啊，中专不是只学美容美发跟汽车修理吗？他可能也那么想的，所以他说他哥们儿学动画的。我说好巧，我中专学的也是动画。他说啊，那你也是制作吗？我想不然呢？啊，我们学的观看。我们40个孩子坐教室里看动画片儿。我发现我俩对对方都有很严重的误解。我说你领我上课，你不怕我半路听不下去，开始扰乱课堂秩序吗？他说我们大学听不下去，可以直接走。我说你们大学让逃课呀？说你们中专不逃啊？我说我们不知道逃去哪儿，我们不让随便进出。真的，我发现我们不管学历高低，他都有自己思维的局限性。但我知道这句话一般是低的人说的。但我觉得成为一个小学生挺好的，因为只要我活到老，我就能学到老。所以谢谢各位，我是小学生小齐，谢谢你。棒棒的耶！谢谢邵刚老师。来，各位抓紧最后的时间，喜欢小齐的表演，拿出手中的投票器，为小齐投票。好，冠军！哎，第一轮，早了！哎，张老师特想问您一个问题，如果是小齐跟我不想听你的问题啊，害怕啊。你说没有，我就说您真的是心胸很宽广，我们应该有那个声光老师掌声鼓励一下。张刚老师，哎，如果小齐跟那个高寒俩人同时掉水里了，您是去看电影还是喝咖啡啊？他们嘴太欠了，这帮人应该是放鞭炮。我感觉，哎，自从主咖之后，是不是感觉自个儿能控场那个感觉越来越强了？对，因为观众都会给面子了。哎，观众，对，就我的喜剧信用可能是更多一点。我觉得小齐的新信息给的特别准，就每次都给到梗的位置，就是包括那个学新网没有中专，还有进大学可以小程序预约这个地方，所以就是又有预期违背，然后我又能学到一些新知识。哇，你跟我学知识吗？对，很有收获。谢谢娘娘老师，我也很有收获。你说的那第一句就把幽默关在门外，我就想拍，真的。这我是有亲身体验，因为我总是想把幽默的带入到我演的任何一个角色，但是像我们这个创作不是一个人完成的，我们必须是合作，必须大家要认知，所以我特别能明白这个把幽默关在门外。你说这句话，我就大概知道你的水准了，是吧？我想说，我是军艺毕业的，我拿的也是中专文凭。哎，校友，什么校友？校友这个词不是这么理解的吧？啊，不是校友，不是啊。我就想，我前段时间我们陕西也有一个剪纸的大师，他叫库舒兰。
他不识字，但是他的思想，他捡的所有东西真的很厉害。因为确实学习跟学历是两回事儿，人可以终身学习，对不对？对，所以我现在也想给现在的小孩子说，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真的，这个非常重要。我被共鸣到了，我感觉你闫妮老师说的有点打到我心里了啊，真的呀，就是有人懂我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小齐太牛了，因为我已经无法想象一个人再能把中专再说成什么样。他能够不断的翻出新的东西来，永远能够找到新的那个点，包括你要答一道题才能够说明你真的是做过这所有的这个全部的程序，真实特别重要。可难了，我拍给 AI 也识别不出来，因为它就是防机器人的，把我防住了。在去年的节目里面，小齐就一直说自己是中专，也讲了很多中专的故事。谁能想到，就这点中专，来来回回，居然几乎成为了他整个的底色啊！在第一轮，哇，太厉害了，小齐老师，我是觉得中专不是一个事件了，中专是一个视角啊，对，是一个文化现象，是一个没文化现象。小齐，我太为你开心了啊！因为小齐现在已经基本上做到，我看见很多脱口秀前辈在这儿演的时候，那种炸场，说什么每一句都能够很精准的把这包袱翻得非常炸。是的，而且我觉得高期待值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等着说，我看要等，看你怎么能够让我再一次笑喷笑炸。所以我觉得能够接住，然后接住观众的期待值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是。首先，他进入状态的那个速度，我感觉开始说第一个字的时候，他就已经在那个状态，然后把所有人的眼睛全部都抓在他的身上，然后每个人去恨不得就是想要去把他每一个字都听清楚，因为他的细节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我感觉他的能力就是可以把所有任何一个故事都可以说得非常非常有趣，所以真的很想把每一件故事都从他的嘴里面过一遍，我觉得哇，生活会变得非常快乐，太厉害了！谢谢赵轩老师，谢谢老师，真的是小齐。我看着感觉小齐就不是人，你知道吗？就感觉是幽默神君下凡尘了，哇，了不起，了不，太厉害了！谁家要是花洒堵了，让小齐去讲，一下就笑喷了那花洒。来，各位在此掌声送给小齐。小齐，我非常替他开心，也替咱们节目开心。咱们节目脱口大会到现在，咱们脱友，然后。一代人换一代人，从去年开始感觉好像要换的这个感觉，今年其实换的感觉大了一些，就是很多我们的老朋友今年没来，小齐是感觉能顶上的人，然后因为观众认他，我们也认他，就是感觉小齐在呢，但是他一定会成为他的压力的，因为他觉得别人对他的期待太高了，然后希望他就是经历风雨，脱胎换骨，特别好。我们也请3位回到台上。我们来看一下冯子豪和小齐得到的票数是。小齐多少票？满票吧，我猜260。小皮老师206了。206，我的妈呀！小齐206票。所以小齐拿到了截止到目前为止的最高票数。史岩、小齐，你们的团队以2比0战胜了对方，所以恭喜小齐、史岩2位全队晋级。同时，根据我们节目的赛制，我们要开心地告诉大家，小齐和史岩这支团队不会被拆散。他们仍然会组队挺入下一轮。我都不知道他在这边咋这样了呢？咋给自己照的？让人都疯了。特别爱这种虚假的掌声。那观众整的都没有理智的，咋整的？学了一点，聊了点理论。他咋还会理论呢？这咋整的？是也研究了，要不他自己怎么进步呢？是哪儿研究的？吸星大法，然后吸取各个老师，王子涵来过去，
人模样，杨海源，鸟鸟。哎，完我记那啥，记不少呢。完了，我放哪儿了？怎么好丢了？这本儿丢了。写完就扔，略后积分。那个武林秘籍让人捡。不能谁捡那玩意儿？咱都有监控。这榜牛啊！我要好好体验一下。火锅不够，还有还有烧烤、米粉、早茶、小笼包、湘菜海餐。再玩点啥吧？贝拉达，还必须得坐一次直升机。哥们儿，是大众点评必吃榜和必玩榜啊！真实评价靠得住，这榜确实牛。小蝶和子豪要在待定区稍作等候。各位朋友，接下来我们要 PK 的关系比较特殊，是第一轮当中唯一的3支队伍展开 PK。首先出场的是第一组，让我们掌声欢迎林琛、瑞瑞。瑞瑞我也印象特别深。瑞瑞手好短啊！到了第2小队啊！哦，怎么是这样的？你们2个在干什么？啊，没事，我也要比。第2小队 Seven 侯志远。这个要想啊！第3小队李梦洁、丹妮。大老师。好，在3组的对抗中，马上要出场的演员，又是一位00后的新人，掌声欢迎林琛。哎，欢迎大家，大家好，我叫林琛。我是一个00后，从小就是一个那种网瘾少年，因为我出生在一个电竞世家。那时候我妈在外面打工，我爸在家打游戏，跟世俗定义的女主内男主外的家庭不一样，我们家是一个女主外男主播。不过后来我爸也是找到一份工作，因为我妈为了不让他打游戏，就把电脑放到了我的房间。当时我脑子里只有2个选择，一是好好睡觉，2是替我爸完成他的电竞梦想。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12点钟，我爸躺到床上开始微醺，凌晨1点我就打开电脑替父从军，玩了个通宵。醒来之后头晕眼花，手抽筋儿。我拖着疲惫的身体扶着墙走到客厅，看到我爸在房间里熟睡的样子，我说这哪有什么岁月静好，那不过是有人在替父负重前行。第2天我爸醒来，看着仓库里爆出来的装备都懵了，说嚯，大自然的馈赠。那其实都是孩子的孝心。真的那种环境下玩电脑特别刺激，当时玩那种枪战游戏，就是需要通过听脚步来判断敌人的方向，对我来说就很困难，因为游戏里的脚步和我爸妈的脚步我都得听。
但凡有一个听不准，那肯定会有一个人被打死。所以玩得很谨慎。我当时打一枪就看看后面，打一枪看看后面。我的队友问我守的 A 还是守的 B， 我说守的客厅。有好处，从来都没有被发现过。后来就变得艺高人胆大。挑我爸妈都上夜班的时候，我戴着耳机玩，我都玩进去了。我爸提前下班站到我背后了，我还在那儿，爸爸发把枪，爸爸发把枪。我爸在后面说：“孩子，你胆子挺大呀。”我说：“哥们儿，你麦声音挺小啊。”我爸说：“这孩子凌晨1点起来玩电脑，明天要上课，现在在这叫别人爸爸。”朋友们，当时我听着那个叽里咕噜的声音就在我的背后，但是我用鼠标转了一圈都没看见人。我说完了，有挂。我说哥们儿，快来避，快来避！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咱们在这阴他一波，防患于未然吧。我爸在后面已经燃起来了。我爸说：“儿子，信不信我打死你？”我说：“你在狗叫什么？出去 solo， 开个房间1v1，看看咱俩谁是谁的爹。”殊不知房间早已开好。我的队友给我打字说他没开麦，你在跟谁说话？这个时候游戏里的我被一枪击毙，我透过那个黑白的电脑屏幕，看到背后有一个人影，很黑，擦不掉。那就不是物理上的阴影，那就是心理上的阴影。我当时用我那个未成年的脑子想了一下，我说这种情况，要不然我假装梦游吧，营造出一种我做梦都想着学习的感觉。我就闭着眼，噌的一下站起来，我说 abandon。那是我最后一次在家里偷玩电脑，但那是我第一次在家玩密室逃脱。我爸打完我之后告诉我说，凌晨以后这个电脑你只能看不能碰。我听完之后就很不服，朋友们，凭什么电脑摆在这儿它可以卸完，我就只能远观？什么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就亵玩。我觉得当年写爱莲说的那个周敦颐跟我爸是一类人，他肯定把那个莲花拔下来玩了。他要不拔下来玩，他怎么写得出来中通外直不慢不支？他要不把那花杆拔下来看，他怎么知道那花杆中间是通的？这万一不是中通是韵达呢？所以我觉得他当时肯定是拔起来一看，哎呦，又插回去，跑到一边写只可远观不可亵玩，就是不想负责，不敢承认。而且我觉得他前一句写的有问题，说什么晋陶渊明独爱菊，世人盛爱牡丹，余独爱莲枝。陶渊明喜欢菊花，怎么你了？是不？你说你喜欢莲花就你喜欢莲花，你说自己就说自己，你说我家哥哥干什么？对。我家哥哥写的那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家哥哥拿了就是拿了。人家敢承认，对吧？勇敢的人先享受菊花茶。我也承认出淤泥而不染的品质确实很厉害，但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做到。我觉得莲花你可以适当的沾一点淤泥。是吧？莲花沾点淤泥又怎么了？那是生你养你的地方，那不是你的黑历史，那是你的来时路啊！而且要说莲花出淤泥而不染，那它的花杆得是实心的吧？不要偷偷汲取泥土里的养分，对吧？你弄个空心的花杆，那不就是根吸管吗？又当又立的白莲花，天天杵着根吸管搁那偷喝淤泥波波奶茶。所以我觉得真的环境就是很容易影响人。我觉得周敦颐如果生在江南，可能就写不出爱莲说。那边人都在采莲花，他不可能一个个上去劝嘛，说你好，这个莲花只可远观不可亵玩。江南人就会告诉他说，江南可采莲，是吧？周敦颐说余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江南人就打断他说余独爱莲之，滑爽 Q 弹。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就不写爱莲说发表了，他可能就上那个 QQ 空间发了一条爱莲说，说余独爱莲之确实好玩又好吃。
我就是被这样的环境影响了。周敦颐能写出爱莲说，因为他没生在江南；李白能当诗仙，也是因为没有住在我的房间。我觉得如果李白现在生在现代，在我的房间里也是一个平凡快乐的普通人，玩着电脑，吃着火鸡面，刷着短视频。现在上天蹦出来说，李白，给你一个回到唐朝当诗仙的机会，但代价是你回到那边之后就玩不了电脑，吃不了火鸡面了，你愿意吗？李白一听，哎呀，这种好事，你赠汪伦吧。以上就是我的阅读理解，也是我上大专的原因。小时候不懂事，看不懂爱莲说在表达什么，但我觉得周敦颐听了应该也不会生气，因为他是个君子。他可能会问我，你这么讲不怕有人朝你扔泥巴吗？我说其实我想拿泥巴种荷花。谢谢大家，我是林琛。来，抓紧为林琛投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林琛。林琛这段是怎么想到第一轮讲这么一个打游戏，然后就爱莲说这样的一个？写着写着就写出来了。对，串在一起，我就当时一个情绪直接就串到那儿了啊！就什么只可远观不可亵玩，就亵玩。谢了再玩啊！对对对。对，而且也感觉他跟我爸是一类人，他肯定玩了，我就那种感觉。有一个事儿终于成立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经历。他爸爸也喜欢玩游戏。对，因为以前玩游戏输了，说我输了，我是你儿子，这句话成立了，就是，对吧？在真实社会发生了。对呀，而且爸爸那么爱玩游戏，会管你玩游戏啊？他肯定管，他也有，因为他有瘾呐。小时候他玩的确实很多。就我有时候睡觉了，他还在玩；有时候我要吃饭了，他还在玩。给 QQ 宠物喂吃的，不给我做饭，有时候。哎，那你这么会找角度去雄辩的人，没有跟你爸爸进行过 battle 一番吗？就爸爸你双标，就会被物理攻击。大老师不拍灯的理由是，我身为一个观众哈，我觉得还有您还有表演的这个发展空间。对，确实是我的短板，就不敢呈现，有的时候。我也没拍灯。其实他特别神奇，因为他讲了两个事儿，一个打游戏，一个爱莲说。对我来说很神奇是爱莲说我很熟，打游戏其实我不熟，但是恰恰吸引我的，我完全能够沉浸去打游戏这一趴。哦，你说因为你是就是情绪到那一直顶到爱莲说很自然，但对我这个观众来说，在打游戏跟爱莲说中间那个钩子，它勾的还不够。明白。你要再给我一个更切实的一个理由，为什么能够到爱莲？因为你后面有很大一趴，基本上比例可能打游戏50%，爱莲说加40%左右。所以对我来说，只是因为你有两部分内容，你想把它放到一起，但中间你怎么过来的？你内心是自洽，但是我其实还没有感受到。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好像我拍的那个力量还不够。但是我知道那个袅袅是我们应该是第一个拍的吧？袅袅，想知道你那个拍的那个坑角是什么？当时。因为我是觉得林琛用的技巧，我自己写稿的时候也常用。就是你通常写一个生活上的事情，然后你突然联想起一个另外的典故，然后你给这个典故找一个新的原因。但我觉得这个方法它之所以常用，是因为它真的是好用的，很多国外的演员也会用。但可能因为我们每年暑假3个月开一个100多人的补习班，给观众把所有的技巧都补习了，所以可能这个技巧就变得非常的熟悉，所以可能缺少一些预期违背的感觉，有点可惜。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好，再次掌声送给林琛。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这个咋整？这个怎么拉粑粑？这咋整？他就是说的经验少，他自己也说他上台紧张，他说起词来，后边都已经顾不上节奏了。上来跟观众没有建立连接就进段子，他没发挥出来。我去，林琛挺那种可爱的，然后呢很单纯，然后他总爱夸我，林琛总夸我，我夸的，我说你别这样，林琛，我以后我就林琛是个天才，林琛大天才。我第一次看小齐，是看他的专场奇观在郑州，我以一个场务的身份，
去看了他的专场。看完之后，我带着场务的牌子跟他合了影，然后我说有机会想跟你同台，然后现在又一起就是在节目上碰到了，我觉得也算是追星成功了。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接他，真的这个有点难以接受，难接。马上要和林琛对战的是目前脱口秀演员当中所剩不多的纯有正经工作的，掌声欢迎 Seven。哎，大家好，我是 Seven， 还在上班。在这样一个今天的工作日，为大家带来一些酣畅淋漓的工作段子。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用那种线上会议软件开会啊？会吧？对，给你们一个忠告，千万不要在对面还没进来的时候，就一个人在那个会议室里开着麦克风瞎说话，会被那个 AI 会议机要记下来。我最近跟客户开会，客户迟到了10分钟。我也没有闲着，我骂了他们10分钟。我说这帮人都是弱智吧？啊，需求一直变啊，3天一小变，5天一大变。我们工作群应该改名叫厕所。我当时骂的相当幽默，我说这帮人那个脑子做成脑花都不入味儿，啊，里面没有褶皱，我知道吧？骂的可爽了。全让 AI 给我记下来，实时生成。客户进来的时候，那侧边栏已经写上了，写的参会人员1疑似对会议很不满意，他建议项目团队解散，并且表达了对火锅的喜爱。看这会议叫在这生成的时候，我感觉天都要塌了。而且最绝望的就是你没办法制止他，因为就算我跟他说你别记了，他也只会写下来，他说你别记了。啊，就感觉这个东西特别像古代那种什么破事都记得史官，啊，就皇上最爱杀那种。我现在强烈建议砍掉这个功能，我不需要如此完整的软件，这方面我跟皇上是一样的，我们永远最信任阉割版。我上班之后感觉自己脑子也变成那种阉割版，这几年之后逐渐变成了那种不看过程只看结果的人。最近去找我在清迈的朋友度假，第1天就崩溃了，因为他们带我钓鱼是去钓那种钓上来之后必须得放回去的鱼。朋友们，我上班之后真玩不了这个，毫无产出啊！就这种行为的愚蠢程度，在我心里可以等同于你把 PPT 改完之后点那个不保存。就纯拿鱼饵喂鱼玩啊！我当时还纳闷，我说这些鱼怎么被勾住之后不挣扎？啊，知道自己能回家呀！我估计鱼可能自己在底下都商量了，说咱们今儿在家吃一口还是出来吃一口？钓完鱼又开始带我去咖啡店，清迈咖啡很好喝，但是一进店又给我整不会了。我在那儿看着双手空空如也的我的朋友们，问出了一个非常愚蠢的问题：你们光喝不带电脑啊？理解不了，头一次看见扎了兴奋剂不比赛的。我实在受不了，我开始采访他们，因为他们在那儿一唠就唠好几个小时。我开始采访，我说你们平时就这么浪费时间吗？他们说对，但是我们不管这个叫浪费时间，我们管这个叫雕刻时光。好装啊！我要不是确定坐我前面是我朋友，我以为张俊跟我说话呢。我跟张俊报备过啊，跳在美国白天的时候，那几天很不慎，一直想跳出那种工作的氛围，我甚至去跳了个伞，想着3000米、4000米高空去班味儿，完全去除不掉。因为我的休息日是那个带我跳伞教练的工作日。朋友们，就是这样，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诗和远方，你去的远方就是另一个人的工位。
脸上那个表情跟我上早八时候一模一样，就那种纯死人脸，就只有那个摄像镜头对着头在那儿，呜呼 ，amazing， 啊，镜头一挪开他就在那儿，哎呀妈，今天还有8个人，就我能共情的朋友们，但是我也挺不乐意，因为我花钱了，朋友们，4000米高空，我花了4000米。跳伞体验还不如玩吃鸡好，啊，还得咱们腾讯的游戏好，你知道。我越想越难受，因为我真的花钱，我就在那儿听他跟我半死不拉活，在那儿 amazing， 我就在那儿想，我想听 amazing 用着你吗？啊，我开把消消乐消掉3头猪，我就能听见。我都不光能听见 amazing， 我还能听见 good、excellent、unbelievable。我听啥听不见，真的，我越想越觉得消消乐好，朋友们，真的，你们想啊，比钓鱼有产出，比喝咖啡能消磨时间，比跳伞有情绪价值，而且最重要一点，上班时候就能玩。啊，但是我一般下班玩啊，领导，那个啊，这个是跟电视机前的我领导说的，这就是我过去1年的上班生活。其实讲之前很犹豫，因为导演组没那么建议，说这几年讲职场的人太多了，啊，大家有点听腻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不赖我吧，啊，也不赖侯志源啊，我觉得这个应该赖那些装职场人设、编职场段子的演员吧，啊，我就不点名了，我们有班上的人处事圆滑，那个啊。点不过来，朋友，就是2边节目都有，甚至还有朋友给我发稿子跟我说 ，Seven， 我没上过班，但是我感觉在这里可以骂一下老板，你帮我加个梗吧。我说我可以帮你投简历，对吧？没工作就别硬说职场了呗，朋友们，真的没有自己的原生家庭吗？对吧？你就抢我赛道也就算了，怎么还能让我赛道上背着你跑呢？啊，反正我就想上班。我最后分享一下我那个上班的收获，朋友们，真上班是会有收获的。最近马上就要升职了，然后最近还发了这个论文和专利，哇，甚至还接到了商务，哇，所以我要开始了。那个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每桶茄皇使用约1颗阳光番茄，汤底浓郁，酸甜鲜美。世界上没有诗和远方，但是茄皇永远阳光啊！谢谢。谢谢啊，好，哎，我没讲完呢，那个，我是谢谢观众朋友们，不是谢谢工作朋友们，我还有个底啊，我讲完再走啊，话说回来啊，朋友们，真的强烈建议就是没工作过的演员朋友们就别再硬骂领导了，因为我以后可能也是领导，可以直接骂我。谢谢大家，我是Seven。喜欢Seven的朋友抓紧最后的投票时间来，再次掌声送给Seven。Seven，我想问一下你在外面说脱口秀，你领导是知道的？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能又发论文又升职？对呀，升职是因为我领导发现我频繁的上脱口秀节目有一个用处，就是比如说我跟对面开会，对面有4个人，就会有2个看我眼神不对，然后那个业务一聊完，他们就过来问说你是那个讲脱口秀的那个，特别有助于我们业务开展。是公司门面，是一个互相哺育的过程。对。所以你领导对你说脱口秀的态度是？其实去年说他那个说 AI 啥的，有一部分是我杜撰的，因为我也需要我的工作，我也不敢全说他，但是我领导把这些全认下来了，然后他就鼓励我说你随便说，然后他现在我们一开那种什么会啥的，他就说你看我多广开言路，这个Seven说啥我都让说，然后我跟他请今年的假的时候，他跟我说那个放心大胆随便讲啊，随便讲。你在公司可以随便吐槽。人家说我能随便讲是给我面子，但是那个我也面子是相互的嘛。你看看，这个上班的人，这副样子，对，我们有班上的人处事圆滑。那我再多问一个问题，Seven，你这么长时间请假，你领导的态度是？其实这个需要拿我加班来换。就是我经常朋友们可能会看见我在剧场的后台就会拿电脑在那儿，就是我每年能录这2个月节目都是靠我前面10个月攒的。
你每天睡多久呢？睡觉吗？什么叫睡觉？他从来没有正闭过眼睛就啊。其实不太多，5、6个小时差不多。这太爱工作了。我觉得可能是两边都会或多或少有点不那么多的正反馈。我感觉 Seven 好像这一场的呈现比前面稍微多了一点点，是不是？我感觉你说 unbelievable 的时候，你稍微跳起来了一点点，就是感觉这是你第一次在舞台上跳起来啊啊，是这种unbelievable。感觉到一些表演上的成长，非常羡慕你。哎，你看看袅袅的角度不一样，只是动了一点点，就感觉这个是一个剧烈的蹦。其实我使劲了啊！来，大老师，你感觉到了 Seven 在表演上的成长没有？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游戏，就是说有其中有一个上班的角色，是人类的一个标本，那就是 Seven 这个样子，就是在那儿这个天选上班人。我越看 Seven 的演出，越觉得他是个特别酷的一个人，就因为酷永远都是相对的。我觉得真正的酷就是当你发现周围的所有的人都认为某一种类型代表着正确跟酷的时候，但我只喜欢做我的事情，我可能只会在我的生活状态里面生活，我就是上班。包括我去泰国，我依然是从一个工作视角去看待周围所有的一切。我觉得这其实挺酷的，是我做什么，而不是别人都希望我做什么。哎，谢谢老师。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因为之前我录一个节目，有一个那个开公交车的老师，他就是明明就开公交车，但是他上面种了好多花儿，还放了好多书。然后我们别人就问他说：“这也不是您工作的一部分。”他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太对了，我快哭了。他说：“这不是我工作的一部分，这是我的一部分。”哎，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每个人是吧？既然一定要，所以刚才你在说工作的时候也是的，那工作。那些都不是你的部分，但是你要知道自个儿的一部分是什么。哎，那我觉得都挺好的，可以。谢谢，厉害。是的。再次掌声送给 Seven。谢谢。因为是3组对抗，所以1v1v1。下一位，老朋友，爱讲故事的李梦洁。Hello， 大家好，我叫李梦洁啊。OK， 加油 ！OK， 今年是我讲脱口秀的第9年，还没有出名呢。我不着急，因为美国脱口秀演员从出道到出名需要10年的时间，我现在走的是美国节奏。我知道留给我的时间也不多了。没想到今年遇到了从业以来最大的瓶颈。年轻的时候喜欢在舞台上吐槽一些人，敢吐槽一些不好的人和事。你说美国的脱口秀很锋利，我的建议未尝不利。你别管好不好笑，你就看我敢不敢吧。今年突然就不想吐槽了，觉得越来越理解别人了，就大家都不容易。从那天起，我的刀钝了。我现在属于10年磨一擀面杖。一上台就想包饺子，你别管好不好笑吧，你就看我敢不敢吧。10年磨一擀面杖可以啊，这个非常可以，这个好。我之前总觉得坚持自己吐槽的风格，一定会有喜欢你的观众，你慢慢会红的。直到我看到一个骂我的帖子，他说李梦洁这种演员到底谁会喜欢呀？有个喜欢我的观众替我说话，他说你们呀根本就不懂李梦洁，她就是那种注定不会大红大紫的演员。爱我的人伤我最深。我妈还安慰我，不想吐槽别人，你吐槽妈妈好了呀，到时候你火了，妈妈去上海照顾你，妈妈喜欢上海的呀。我说妈妈你等等，你什么时候有的上海口音？你别吓唬我，你连上海口音都准备好了。我35了，我再吐槽你，观众只会觉得老人骂老人。我已经到了一个没有可以怪的人的年纪了，
我混得不好，没有抓手。我很羡慕一些年轻的朋友，我知道年轻的朋友生活非常的不容易，但我真的很羡慕你们有底牌。比如你怎么混成这样？我原生家庭有问题。我现在听起来特别像一群天真烂漫幼儿园的朋友，俏皮。你怎么这样 ？My mommy is stupid. My daddy is stupid. 我问 AI， 我说我怎么了？他说你可能是中年危机，工作不顺，上有老下有小，还房贷车贷，你有什么不开心尽管跟我说。我说哈哈哈，你全错。我没车，我没房，我单身，我没有孩子。他说好的，那你的问题更复杂，建议保持乐观，多多关注自己的生活。我说谢谢你啊，人工智障，谢谢你让我发现哦，原来我不只是工作不顺，我生活里一无所有啊。混得不好，你其实不想关注自己。我现在理解了为什么一些中年男人啊喜欢关注国际局势了。我理解了，从明天起，我也关心世界和平，石油战争、伊朗局势、面朝大海、霍尔木兹。我现在是上没老下没小，没有成大事的品质，每天都有一点难过的小情绪，成了一个脆皮中灯啊！每天都在想，哦，今天是不是又对不起谁了呀？我现在觉得特别对不起第一年淘汰的段子，淘汰的时候我特别讨厌他，但段子就像你的孩子一样，他什么性格你心里清楚，他就不想来综艺。他就不喜欢这里，我非要带他来，我给他洗脑，我说你大大方方的，会有叔叔阿姨喜欢你的。没有叔叔阿姨喜欢他。我说你在家不是挺想的吗？你个上不了台面的玩意儿。段子也很难过。My daddy is stupid. 有观众说，李梦洁，你现在的脱口秀有性缩力。你以前啊碰到 beef， 你都会站出来的。我说我现在也站呀，只不过我的武器变成了擀面杖。我再看到 beef， 牛肉啊，包饺子。你再问我还是当时的李梦洁吗？包的，包的这个梗专门是为你们年轻人写的啊。你这不笑对不起老人啊！我是真为你们想的。我说在这里应该可以加一个包的吧。我之前是仗剑走天涯，现在是仗走天涯。我上次坐高铁遇到一对年轻的父母带小孩，我就觉得他们非常的不容易。那个小孩稍微有一点点哭闹，我觉得完全可以接受。但那对新时代的父母素质太高了，他们太害怕影响到其他人，开启一些非常紧急的教育，他们咬小孩。你听我说，这个世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小孩，只有爸爸妈妈喜欢你。那也是因为没有办法了，因为我们生了你，别人都不喜欢你，整个车厢的人都讨厌你。刚才为什么有人下高铁啊？什么人？哇塞，太厉害了！受不了你了！他们本来要去上海的，知道你也去上海，不去了。没跟你开玩笑。刚才乘务员问我们能不能把你扔到高铁外面去，我们拒绝了。我说你还是个孩子，不要跟别人说话，没人喜欢你，听见了吗？我在旁边听了特别的心酸。我觉得这个社会不应该这样，我想给他们一家人一点安慰。我说小朋友，叔叔喜欢你，你哭，
我陪你去上海。我本来不去上海的。我是真的都理解，我理解年轻的朋友听到哭闹的小孩不开心，我当然理解，但我真的也理解了年轻的父母，不容易啊，因为现在不是当父母最好的时代，版本不对，父母被削弱了，大削，一点都不强势，父母当的不爽，总有人说，哎，我们小时候就很乖呀，你当然乖了。父母一个大嘴巴子，开个大招，现在大招被禁用了。你现在一个大嘴巴，他原生家庭有问题。武器库被禁用了，甚至现在没有人选父母这个英雄了。我是真的觉得我们年轻的朋友可以对那些带孩子的朋友稍微再包容一点。我觉得只有我们对他们越包容，那些喜欢生小孩的朋友才会生更多的小孩，这样才会有人跟我们交养老金，这是好事儿。你想一下，那个你讨厌的小孩，他可能长大之后都不养他的父母，但只要他有份工作，他就会养我们。这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人类社会最高级的地方。你的善意会让你未来的生活变得更好。我不是在洗脑啊，我是真的全能理解了。导演问我说：“那你讲这一段，我把你淘汰，你能理解吗？”包的。咱们演员要替节目想，我不下岗谁下岗？我的天！我说导演，以后啊，你就叫我李姐，我不叫李梦姐，我的梦没了。谢谢大家，我叫李姐啊。最后这个收尾很好哎。李梦洁现在强成这样了吗？李梦洁，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来，为李梦洁这段表演投票。再次掌声送给李梦洁，谢谢，谢谢。梦洁好像又变了，前2季有的时候就那个状态忽高忽低嘛，哎，今天好像就焕然一新的李梦洁。因为你理解了这个世界，对不对？你就从这个角度就开始写啊，你一边理解一边抬杠，根本就不理解，他就是一直在理解抬杠，强行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我不知道，我突然就觉得都不容易。因为您智慧生长了呀，就是这么点事儿。我长脑子了。对呀。因为你看问题以前只能看这么点，所以你不理解。你现在能看宽了，你当然会理解这么多了。所以理解是这样。而且最后那句话我不同意啊！你说你是理解了之后，你的梦就没了，是你的梦醒了，你明白了吗？这不是你没了。哇哦，张老师。哦，哇！因为很多时候那个不理解别人是场噩梦，你以为你在较劲，最终做噩梦下的是谁啊？是你自己。然后我觉得这是对你以后身体健康都是有好处的事儿。谢谢。哎，是不是感觉变化特别大？我觉得这不是变化不变化，就是超级的棒。不说谁冠军不冠军，这是非常顶的作品了。是的，是的，是的。谢谢。因为你说你以前挨骂是不是？我们都有那种小时候，反正以前挨骂那种。我以前碰见过那种真的用小号一直骂我，后来我就跟他说你不要再用小号骂我，后来他改萨克斯骂我了。然后呢，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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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你不给他分果汁喝吗？我不能给他分果汁，因为我知道的太多了。然后但是一个比一个烂。我只想说，就是以前不理解那些事儿，就是因为没有到这个你能往后退一步看。因为你跟他较劲，是因为站得太近了。对，你站远一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看的东西越多，你就理解了一切呀，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啊！谢谢。我为你而感到
一种释然而开心。谢谢。是。梦洁，因为我之前就很喜欢她，她上次那个表演我觉得非常好，这次因为整体都非常棒，还有就火车上那一段父母跟孩子的那个对话，我当时以为会有一个类似于蒙太奇或者特别超现实的一个，是现在李梦洁跟当时的李梦洁在对话吗？还是什么？我以为又会有一个反转，对，我以为是一个像电影般的一个那种时空穿梭的一个场景。我只是觉得，就是我多了一个看年轻父母的视角，因为他们就是我去厦门演出的时候，我走在那个海滩上，我不小心就是踩了一个小孩画的那个线，然后小孩就很着急说：“你不要怎么，就像，他的妈妈就非常的着急，非常的抱歉。我只是觉得没有关，这个没事的，我只是觉得他们。”很愧疚，这个愧疚心太强了。我是觉得年轻的朋友有一点点不容易，我只是从这个视角去解读这个事情。是一种解读，是一种解读。我认为脱口秀最吸引我的一点，因为我觉得脱口秀它就很像是无数个信息茧房，突然他们去愿意走出那个信息茧房来彼此交流，你会发现哦，有人是跟我想的一样的。然后就像大老师刚才说的，可能就是这个段子需要在这个舞台突然去大老师会告诉他，哎，你这个梦其实不是消失了，是醒了。所以我会觉得在很多这么多的信息茧房里面会找到我自己的答案。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脱口秀是非常非常吸引我的一点，所以我就拍向我这个灯。您看看是不是彼此成长？梦洁老师这次的稿子是以观点为线索，把他的情绪和荒谬的事连在一起，然后这么结构的。那可能往年的段子是以情绪和荒谬的事为主，中间穿插一些散的观点，可能那样的时候就观众没有那么容易理解你在说什么。所以今年你在理解别人的同时，别人也更容易理解你了。哦，谢谢，这太对了，你看看，理解是个多么好的事儿。对，谢谢，是的，再次掌声祝贺梦姐的这段演出。同时，我们也有请 Seven、林琛两位回到台上。呀，他们3个选哦，3个1 v 1。我们先来看一下校友团给出来的票数，林琛、Seven 和李梦洁，他们3个人的分数分别是。好，可以，被理解了，可以，掌声送给李梦洁。李梦洁小队在第1轮的 PK 当中获得1分。马上1 v 1，林琛小队要派出的下一位选手，也是老朋友，欢迎瑞瑞。瑞来喽！大家好，我是瑞瑞。感谢大家啊，非常兴奋又来参加比赛了啊！感谢节目组。就脱友这个节目是我这一辈子参加过规模最大、档次最高、过气儿最快的一个综艺节目。比赛突然就又开始了，可能有人不知道，我去年打到了决赛，我以为我得火成什么样呢？不骗大家啊，我回家之后第一件事我就开始研究什么样的代言是不能接的，一直研究到今天下午。我觉得我现在这个知识储备都能给明星培训了。他们说老师什么代言是不能接的？我说那种没找你的代言是不能接的。但说实话啊，就是我女朋友有点过于高看这个节目了。她想法跟我一样，说我这比完不得是大明星啊。我去年刚比到半决赛的时候，她就去我们家那个群里面发消息，给我爸妈画饼。她说：“家人们，我们什么都会有的，大房子人手1个，哇！再雇3个保姆伺候我们。”给我妈听害怕了。
我妈说这仨保姆不会算我一个吧？后来节目全播完了，仨保姆还得算我一个呢。哎，不瞒大家啊，我女朋友专门为我去考了一个经纪人资格证。哇，这家里太伤心了。哎呀，哎呀，我就感觉非常对不起人家，我也没火，她也没过，反正我说。哎，但你要说一点流量都没有吗？不可能，毕竟咱这么大一个节目，对吧？去年其实有一个段子还挺有传播的，我去年讲了一个，我说咱们东北农村老家非常迷信，我说小时候发烧39度啊，他们给我立筷子，非得说是我死去的舅姥爷回来看我了，差点跟舅姥爷团聚那么一个故事。这个段子很有传播，老多人骂我了，他骂我那个角度你都猜不着，他们说我不尊重立筷子。他说你这么口无遮拦，以后你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我现在吃面条都开始用勺了。我说实话啊，最开始我没有看明白谁在骂我，我给那个节目组的公关团队打个电话，我说完了，我说我好像得罪筷子兄弟的粉丝了。其实以前呢，我也不敢讲这些，因为在农村生活嘛，我从小胆子特别小，然后家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孩子胆儿特别小。每次我一害怕呀什么的，我妈就会抱着哄我，然后给我讲鬼故事，越哄我越害怕，知道吗？最后我妈都烦了，说你再害怕，我让鬼把你抓走。就当时我很震惊，我震惊的不是说有没有鬼这个事儿，我震惊的是他们为啥听我妈的话。我都怀疑，我说是不是我妈养了一批鬼？我说他们要真这么听话，你能不能让他们晚上去地里把草薅一薅？你管我干什么呀？到现在我长大了，开始不怕那些了。但是我现在我妈年纪也大了嘛，她的知识面开始变得更广了。你看啊，现在我专场正在巡演，然后就是因为咱不火嘛，票房压力特别大。我们到各个城市住酒店，我经常住那种就是没有窗户的房间，因为它便宜。我有一次录个小视频，我就发我们家的群里了，我妈看完就回了俩字儿：快跑。她说你没发现这个房间没有窗户吗？我说也不是我偷的。她说房间没有窗户的话，里边阴气重，有脏东西，常年没有人气。我说妈，我希望你能明白，我不是说住有窗户的房间才有人气，我得是先有人气才能住上有窗户的。哇，这些讽刺啊！而且听完我妈的话，我就感觉这鬼混的也是一般呐。我说你都当鬼了，你不能对自己好一点吗？你跟我们穷鬼抢什么房钱？那套房是不喜欢吗？那套房啊，我觉得啊，这些鬼应该是害怕，他们害怕去到套房，然后遇见那些有钱人，然后让他推磨。哇，他看的好离谱又好自然啊！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说过啊？我妈告诉我，她说如果你住酒店，你遇见的是走廊尽头最后一间房。他说打死你都不要住，很危险。我说能比打死还危险是吗？我说那得是什么危险？他说这样的房间通常有整个酒店最吓人的东西在里边。我说什么东西？他说嘿，你看不见他，但他能看见你。我说摄像头。他说你再抬杠，我就让鬼把你抓走。就是我不知道这种谣言是怎么传出来的，你知道吗？你看有一次在所难免，我就经常就是住酒店嘛，就碰见了一次，就是走廊尽头最后一间房，没有办法，没有别的房间了，不用害怕，我妈教给我一些应对办法，我可以免费的分享给大家，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就是你要站在门口啊，你先敲门，
你明知道里边没有人呢，你先敲门，然后鞠躬跟里边说打扰了，然后你要打开房门，侧身站在门口1分钟，然后你嘴里说点什么多有打扰，请勿见怪什么的。做完这一套，你就可以进屋了。当时我刚要进屋，用余光发现离我不远有一个瑟瑟发抖的保洁大姨。太搞笑了。我觉得呀，这大姨回家得跟孩子说，以后走廊尽头最后一间房打死你都不要住。对，谣言就是这么传出来的，你知道吗？就是哎呀，怎么说？我感觉在我妈的世界里面，这些东西就很多呀。你听这些描述，你感觉这个酒店一到晚上得老热闹了。那是酒店呢，还是酒吧呀？而且大家为什么很多人会相信，你知道吗？是因为酒店也会做一点神神叨叨的事情跟你呼应。有人发现吗？有的酒店他嫌不吉利，这个酒店没有4楼，有的没有3楼，没有13，没有14，没有18。我说不行，你就盖一排平房。对吧？我住个酒店跟参加奥数班一样，知道吗？就是因为我去年在段子里面提了，我说我妈在北京做保洁，她其实做的就是酒店的保洁，所以每次我妈跟我说酒店有脏东西的时候，我说你倒是干呢。对，对，你不怕被投诉吗？你。其实从小到大听了很多这样的传闻吧，我现在感觉就是很多东西都一样，只要你不懂就去信，都叫迷信。所以重点不是信不信，而是迷不迷的问题。我最理解不了、最受不了的呀，就是那些毫无道理跟逻辑的说法。你看，去年冬天我跟一个朋友在一块儿，他就非得抽烟，他拿出来之后没拿住，这烟掉地下了，我就帮他捡起来，他很生气，一把就给我打掉了。他说烟掉地下千万不能捡，因为烟掉地上代表着下边有人跟你要烟抽。我说给你打电话了。我说你怎么能这么笃定的说出这么离谱的话来的呢？我说那你，我说你要是车钥匙掉地，你捡不捡呢？对吧？你不怕下边有人跟你要车开呀？他说你别抬杠，我说的都是真的，就怎么劝都不听，非得相信自己那些迷信说法。直到有一天，我那朋友摔了一跤，我说你别起来。有人招聘啊！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加油！加油！来，各位，抓紧手中的投票器，喜欢就投出你宝贵的一票。瑞瑞的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瑞瑞，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感谢。瑞瑞，我想问一句啊，这一年一点起色都没有吗？是有点起色的，他不可能一点作用都没有嘛。啊，你听瑞瑞说呢，他就谦虚了。那天我看你小红书里面你写，他说我终于知道“售罄”2个字怎么写了。哦，是我刚才说，我说专场正在巡演，我就不敢在台上打广告，我怕就有点影响不好，所以我只说了专场正在巡演。我要说我专场叫爱来不来2.0，那叫打广告，你知道吗？确实，您不该说的都说了。哎，对，您说，因为确实专场在巡演，我突然发现大家看到很多那种演员，咱头部演员那些哥哥们做那种大剧场、1000人剧场，我只做那种中剧场，就是400-500人那种。突然发现一开票就只能卖300-400张，就卖不完，所以就一直压力就很大。售罄那个一个是北京，一个是咱们上海，这2个城市是售罄的啊，也感谢咱们，肯定也没有你们啊，肯定也没有你们。瑞瑞，刚才在你讲的时候，妮儿姐是笑得最大声的啊。哦，我就觉得好好笑啊！好感谢你啊！真的，我觉得你就是很讲，我喜欢。你喜欢当然了，I like you。哎，这个也是，喜欢就最重要啊！哎，
我觉得瑞瑞本身就是说，我跟邵刚老师每年都在一直疯狂的推荐你，然后希望更多人爱你。对呀，这3年了，对不对？对，3年了，我跟邵刚老师一直在这个舞台上，我们亲眼看见你的越来越松弛的皮肤，然后呢，哎呦，然后对，但是不管怎么着。我就因为刚才我就说他出来前我说我特别喜欢他，周深说是吗？然后听着明白了吧？我说我也喜欢他，我之前看过他的表演，就是他经常弄那种，比如说打死你也不能进去，说我都被打死了，还有别的严重的事儿吗？就是因为他经常会找一些我们平时不过脑子就听见这句话，就觉得不是思考对的，但是他就生琢磨这东西，然后里头跟你玩这种特别好玩，几乎瑞瑞每一个点都精准的戳中大老师。你第一个那个笑话太中我点了。就是说什么代言不能接，就是别人没找你的代言是不能接的，这种废话笑点我太戳我了，能够我乐半个月的，谢谢你，太厉害了。我是比如说看表演，有时候我会觉得是戏保人或者人保戏，对我是觉得不管什么内容，你给到瑞瑞去讲，他一定能够讲出他的那个独特的味道啊。但其实在这个脱口秀舞台上，如果表演太重的话，它其实是减分的，他的这个分寸拿捏特别好。对。反正作为我观众，我很吃这一套。我想听听那个鸟鸟老师他的一些从编剧的角度。我编剧的角度就是，我觉得瑞瑞老师很有洞察力，然后有很多简单真相，比如要先有人气才有窗户。对，是就是心里的写照，这个就是。哦，简单真相。然后我觉得可能对上了1、2年节目，然后再上节目讲自己生活的变化，好像就很容易和观众有距离，但是瑞瑞就没有，因为他的表演和整体的气质都很有亲和力。哎，刚才大家都说到了表演，聂老师，你觉得他的表演风格？我觉得是一个吸引力，对，这个吸引力其实就是在舞台上，就是大家就是你跟我们观众的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交流，是个场。那咱们让瑞瑞立一个吧，就是说你感觉你能进第几轮？立一个 flag， 来一个，我们一直都支持你。决赛，我今年的目标是保2争4。保2，对。保2争4。哎，我说的是轮数，不是名次，你别好意思。我说这个保好，都记住了啊！瑞瑞的目标保2争4，再次掌声送给瑞瑞。谢谢大家，谢谢。保2争4，不是没4楼吗？啊。太棒！下面1v1v1，第2位出场的 Seven 的牛马兄弟侯志远，加油！Hello， 大家好，我是侯志远，谢谢各位，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第2年来了，去年讲了一堆社畜的段子。但其实我是一个有点理想主义的人，啊，我是喜欢做那种有创造性的工作，所以我大学选了设计专业。上学的时候，我想设计汽车、机器人，甚至是宇宙飞船，啊，简单来说就是想当马斯克。但等我毕业，真的做了设计，才发现设计界的马斯克指的是马上就好，斯密马赛，稍等片刻。一个纯粹的服务行业，有时候我态度再好，客户还是会质疑和否定我的专业能力，看着我方案在那抱个胳膊，我说不上哪儿不对，但是不对。我那一刻特别羡慕我学医的那些同学们，起码人家那个客户尊重专业，不会有人做一半手术突然说大夫，刚才那一刀不是我想要的感觉。我也说不上哪儿不对啊，但是医生说这一刀呢？这一刀呢？怎么不说话了？没感觉了？有时候客户给你提的那个修改意见真气人。我当时做一款吹风机的设计，客户看了我的方案以后说你这玩意儿设计跟吹风机似的。我说 pardon。客户说我是感觉它跟市面上的吹风机都一样，千篇一律，你能不能反其道而行之？
我说怎么反？给我气的。第2版方案我给他交了个吸尘器，吹风机、吸尘器嘛啊。我说头发只要能吹干，咱就能吸干。哎，对，那实在不行，我还有抽油烟机。嗨，客户给我一顿臭骂，最后我们设计组长亲自出了1版方案。客户看了以后又说你也不能纯抄某森呐，给我们组长委屈坏了，说没有啊，我抄的是某米。而且这个在我们设计圈不叫抄，这个叫致敬。客户很满意，找了一家更便宜的设计公司把我们给致敬了。有时候想做点原创设计真挺难的。都说审美是主观的，但工作以后我发现，主观上我有审美，那客观上我有领导。设计师的审美就是得主随客变，而且刻不容缓。我有时候脑袋里边有再多想法，也得服从领导的决定。我决定不了脑袋，屁股决定脑袋。所以有时候客户否定我的方案，他其实不是在打我的脸，他是在打领导的屁股。但我也发现，就是如果你都迎合领导，都跟着领导的审美走，设计出来的产品就会很奇怪。大家有没有听过一款产品叫玫瑰花空调啊？很厉害的产品，那是一个立式空调啊，它的外观你可以想象是一条白色的深海大鱿鱼爬到你家客厅里面，然后站起来了。你一按开机，它的头顶会升起一朵粉色的玫瑰，然后发出粉色的光，1万多一台。哇！我分析了一下，其实这个设计很高级，它已经超出了视觉的边界。怎么讲呢？黑灯都能摸出来，怕丑我。因为他看着辣眼睛，他摸着还硌手。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产品，我是真崩溃了，朋友们。我说这设计师是不是不懂设计啊？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就是能进这种大公司做设计师的，他肯定都是得过各种设计大奖，通过重重面试被录取，然后设计出玫瑰花空调。网友吐槽，但是老板非常喜欢，把他提拔成设计总监。我说这个人啊，折磨完同事，折磨消费者，最后自己升了。我这真是谁的意见都不管，他不懂设计，懂老板。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有可能这位设计师最开始设计的也是一款简约现代的空调，但是反复改稿把他给逼疯了。反复改稿逼疯了，改到半夜马上要下班，老板亲自来了，指着他的方案说：“你要让它高端大气，加上玫瑰，加上灯带，这里你得改造型啊。”他说：“好，那我要让他比你看到过的、听到过的所有花里胡哨加在一起还要顶啊！”这就可以。将来还像玫瑰花吗？像麒麟。麒麟就可以。我为啥对这个东西会有这么大情绪啊？因为我前2年老家房子装修，我妈一眼相中玫瑰花空调，我用我毕生所学跟她争论，结果就是粉色玫瑰进我家，空调比我懂我妈。我说我能接受审美多元，但它也不能1万多元。我感觉还是没学明白设计，所以我又去读研，接着学设计。我本科和研究生学了7年设计，终于迎来了 AI 设计。我说你不能追着我杀吧？前辈们跟我说 AI 时代设计已死，说 AI 可以学习一个设计师过往全部的作品，然后替代他做设计，但他替代不了我，因为我没有作品。我那些东西是称不上是作品。所以其实考虑到现在设计行业的环境啊，我觉得 AI 不是来替代设计师，是来解放设计师的。我们这批人起码率先实现了这个择业自由。现在我们这批人除了设计以外，想找什么工作就找什么工作。我跟我的同行们现在分布在这个网约车、保险以及脱口秀等行业。当然了啊，我们也只是暂避锋芒，可能过2年 AI 设计不行了，我们还会杀回去。因为我是相信人类的设计文明不会熄灭，起码我家的空调
会一直发出粉色的光。虽然这不是我想要的感觉。讲完了，谢谢各位，谢谢。来，各位抓紧最后的投票时间，侯志源的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侯志源。来，苗苗老师，志源他是很擅长用押韵来推情绪的，东北人就好这点儿。所以我就是拍在那个点，然后我也很喜欢你一开始有一点假设的那个场景，就是假如医生遇到了我的离谱甲方，但你把这个假设融合得很好，就是听起来很整体，就是不会让观众很好猜到，我觉得做得很好。谢谢娘娘老师，谢谢。哎，你会觉得什么东西丑吗？就是生活之中看见了什么设计？我就接受不了那种方头皮鞋，就那种前面特方那个，那种设计师肯定是在1点到3点钟设计的，那是丑时。然后呢，丑时，哇，那个好丑。然后，但是很多帅哥穿上那个走红地毯的时候，感觉好像很帅一样，但是咱也说不准哈，只能是自个儿就一个观感而已。审美不同，审美不一样。我是觉得侯志源是一个就看起来外表特别淡定，但他其实内在是有特别大的情绪和表达欲，很有态度的一个人。他其实过往你去想，他好像讲的时候是很平静，但其实是有情绪在的。尤其今天，我觉得对他来说是情绪比较顶的一次。所以人还是要讲自己特别相信、很触动自己的。就是 AI 的确是深深的触动了每一个搞创作的人。是。所以最后那句话就是他的态度，虽然那不是我想要的感觉。但只要回到人的那个感觉，怎么样都是对的。对，所以就是他情绪顶到那儿，所以你能感受到人还是要讲自己真正相信、触动到自己的东西。所以我刚才觉得还挺好的，拍灯了。谢谢刘老师。而且 AI 真的会你的设计，你感觉你比不了它吗？还是怎么样？它会更快，更便宜，而且更听话。他不会反抗任何的无理的意见，所以是的，我想说，其实 AI 就是给你一个最快的一个版本，对，但绝对不是最好的版本。但它是在平均分甚至是以上的。AI 最大问题就是它讨好你啊，对，是吧？因为如果你永远都被讨好的话，他会夸赞你提出了的无理的要求。对啊，就是这样，对，明白。掌声送给侯志源，谢谢，棒棒的，谢谢。1v1，最后一位新人，掌声欢迎丹妮。嘿，大家好，我是丹妮。我是一个音乐剧演员。我干这行已经12年了，经常要跟那种非常帅气的男演员演母子。因为我的声音特别沙哑啊，就适合演成熟女性，演妈妈演得好。还真像，还真是这意思。气场很对。对，越演越好，越演得好越演妈妈。后来进步太快了，开始演奶奶。哎呦，演奶奶！你说我天天跟这么帅的大帅哥演戏，演着演着一抬头，哎呦，这大孙子啊！哎呦，真快乐，天伦之乐。但打心里边呢，我不是很想总演老太太，因为老太太这种角色呢，往往都是配角，存在感非常低。有一次我演老太太，7点半上台演出，8点我就死了。后边50多分钟我没事干，真的，我出来演脱口秀回去没人发现。有一次我朋友来看我演出，迟到半个小时，没看见我。但我特别理解老太太为什么会是配角，很简单，因为观众都是年轻人啊，年轻人就不爱看老太太，老头才爱看老太太。但是老头不看音乐剧呀，老头那个点都睡着了。真不想演配角，但是朋友知道了会安慰我。哎呦，丹妮，你这么年轻，你就能演老太太。等你老了，你还能演老太太。
你说这碗饭谁能抢得过你？我说谁想抢这碗饭？我知道他是好意啊，他意思就是说你年纪轻轻就能演老人，厉害。但你仔细想想，年纪轻轻这个词儿后边都接什么？年纪轻轻月入100万，年纪轻轻大学教授，我年纪轻轻就能老。我只是提前掌握了一门我早晚都会的技能，这又有什么可骄傲的呢？我知道在他们的眼里，我能总演老太太，这就是铁饭碗了。但是哪个演员他不想演一次主角呢？30岁那年，我演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女主角啊，一个73岁的老太太。哎呦，这人物你说跟我差40多岁，我怎么拿捏？太难了。我只能说我尽力吧，我观察人物，我模仿人物。所以那段时间，我每天我都逛公园啊，我跟踪老太太。然后我偷拍老太太，短视频给我推送老太太，我天天我就泡在老太太里，真的我生活被影响，我讲话方式都改变了。以前我打招呼走啊，后来我打招呼走啊，孩子。在公园那段时间，我真的想观察一些生动的老人，但是我发现公园的老人他不遛弯不下棋，就在这个椅子上坐着。刷手机，你都到这儿了，你刷什么手机呀？啊，这么大的公园你逛啊，那么多的树你撞啊。你刷手机，你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刷手机？真的不想再泡在老太太里了，但是我发现音乐剧不会给我别的机会，它只允许我演老太太。有一次面试，音乐剧的招募信息这么说的：我们正在寻找这样一个女演员，身材娇小，风趣幽默，相貌普通。我完全符合标准，我直接面试了。哦呦，面试那天人山人海，很多演员，而且很多女演员都是超级大美女。我当时看到这些女演员的时候，心里我都在想，她长成这样，怎么跟我打？我太普通了，我完全符合标准，但剧组没有要我，他们最后选的就是大美女。我不理解了，你让一个大美女去演仆女，那真正的仆女演什么呢？老太太。这个事儿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就从那天开始，我暗下决心，我要做超级大美女，我的梦想就是做超级大美女，我缝纫就是我的梦想。朋友都跟我说，宝贝，你本来就是啊。我真的生气了。如果我真的是个超级大美女，你第一次见到我就应该惊叹我是大美女，而不是当我提及我的梦想。你才发现我是个大美女，而且真正的美女不会许这个愿望的。我的梦想是做一个超级大美女，你不会说宝贝你本来就是，你说你有病吧你。太好了这个。而且我特别不喜欢他们回答我这句话的时候那种神情非常傲慢，他们仿佛在跟我说怎么样，我情商高吧。我觉得他在拿我练情商。我以后就不跟那些情商高的人倾诉我的梦想，我就跟我那质朴的发小倾诉。哎呦，发小太质朴了，他这么说，干什么啊？超级大美女。这对了。你又不是丑的不能看。我万万没想到是丑的不能看。真的，音乐剧不会给我机会了。
我演不到自己想演的角色，我难受，我憋得慌，我欲望得不到释放。真的，有的时候我的戏瘾突然就会冒出来，我随时随地我就想演。我说你怎么来了？我都说了，咱俩不可能，你别追了。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彦祖。他是疯了，这就是已经。怎么了？你是明星，我就一定要喜欢你吗？我不喜欢你，我不喜欢你 ，I don't like you。好吧，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对我喜欢他。大声告诉他，我们的关系是。我就是喜欢聋哑人。怎么了？他哪里比不上你吗？啊，他确实哪里都比不上你。但是只要跟他在一起，我就能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你干什么？你别过来，别过来啊！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you back any。来了，丹妮，给自己演爽了，怎么还？哎，还是得在这儿演。行，我演完了，演爽了，走了，孩子们，谢谢大家，我是丹妮。太狠了！哎呀，这酣畅淋漓的表演太牛了！来，各位，抓紧最后的投票时间，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丹妮。谢谢。丹妮，给你传递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因为你一直在说演员的生活。对。截止到目前为止，这是所有的表演当中，闫妮老师出现的第一次。演员表演完了之后，他起立鼓掌啊！真的，谢谢了，那是不由自主。谢谢。所以他在说女孩去演跨年龄的那个角色这件事情，你是有特别多的同感吗？其实我一直在说，反正演员永远是被人选择的哈。但是如果你坚持，你看你今天能站在这样的舞台上，可能也基于你过去的你这样的演老太太演这样。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一个积累。我今天为什么要站起来？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演员来讲，我觉得你很厉害，真的你很厉害，所以我一定也要向你致敬。哇，谢谢。妮儿老师也演过老太太，我也演过老太太。对，妮儿老师有一个剧叫《外婆的新世界》。对，其实不是那么好演的，对吧？是的。我觉得，因为如果在电影里面演一个老太太还好一点，因为它比较短。如果在一个长剧里面，你要演老太太，让能把观众带进去这么长时间，不觉得你是在演老太太，这个对我来说也是很难。所以你这么年轻，我觉得，哎呀，就我也不能说其他的话，但是你今天在舞台上真的是很牛的，非常牛啊！谢谢老师。哎，我几乎都是有顺刀撞啊，就是那一下拍的，哇，太痛快了，就那下感觉魅力四射的。因为他说话的时候特硬气。对，真正吸引人的就是这种，就是吸引人的那种感觉。这种感觉，我就开始演着演着，我还觉得好像。就是正常在说，因为我还想听着，没准会唱几句什么类似的，对不对？然后，但是后来突然间有说你倒撞啊，然后那下有的你倒拍呀，然后我就感觉那几下我太喜欢你了，就是那种感觉就不得不拍。他在舞台上完全不紧张，而且对他来说完全是一个舒适区。而且他无论是他的表演啊，他的台词，以及他的恐吓观众，他都非常舒适。就是丹妮的表演会让我觉得你跟观众跟我们是有关系的，而不是说你只是在说一个故事。你会觉得哇，我很想了解你的故事，哪怕我后面其实我猜到你要接什么，我都觉得好有意思，我会特别愿意跟你互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就是鲜活的一个脱口秀。看完他演出特别想再很想跟他聊一下。你很想就是我们先来聊一下，
的感觉。谢谢。我觉得她特别神的一点，因为我之前看我还挺喜欢那个女演员叫孔令美，她做一个讲演，她说她因为演很多老太太之后，好像人的体态会有一些改变，但她从上台到现在完全就是一个特别青春洋溢的那种感觉。是的。首先我觉得人普通没有任何的问题，但你在舞台上你就是闪闪发光的。谢谢。还有一点，我其实预见到你未来会有一个困境，但是个甜美的困境，因为人一旦有名气之后，一定会有很多音乐剧找你来演。你未来会面临说，我是要继续来演这个脱口秀呢，还是要去演音乐剧的？哎，其实我觉得你是可以演很多熟女角色的，而不是老太太。你要熟女角色，很多大音乐剧可以引进来，比如说能想到的《贵妇还乡》，然后《蝴蝶梦》里面那个女管家，包括《妈妈咪呀》3个熟女角色。哎，我觉得就是导演还没有眼光，没有看到你的潜质，你等着吧，我告诉你。谢谢，谢谢。哎，你说周深，我想听他可不可以就好好的唱一段？对，有可能吗？想听，唱任何歌吗？不是，来一段就是你演的那个里头，你觉得特别拿手的也行，我们可以听听吗？哎呀，对，我不好意思，我 KTV 爱唱那个刚才那歌《Let It Go》。Let It Go， 可以，来。Don't let them see。哇，四场来了。 Be the good girl you always have to be. Conceal, don't feel。好，就这么多吧，我害怕了。谢谢。我那个市长，天哪，好好呀！不行，没到后边那句呢。唱下去。Let it go。等到那句啊。不好意思了，没有，但你的声线里面是有力量的。你唱的时候，所有人都是哇，我是被你吸引的。你醒一醒。来一段。你唱。就差那一句了。Sing my angel, my angel, sing. 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you back anymore. Let it go, let it go. You will never see me cry. 可以吗？ Never see you cry。 See me cry。哇，鸡皮疙瘩起来了。这么哭了。谢谢。来，苗苗老师。哦，我就是觉得丹妮老师演的很完美。谢谢鸟鸟老师。谢谢。感谢。对，我也不知道我的泪点在哪里，我就是很激动啊。哇，很感动。谢谢，谢谢。好温暖啊。所以鸟鸟内心中最想演的是舞台剧。你其实是想演音乐剧是吧？鸟鸟打开了一个新的梦想，原来我才是舞台剧的种子。对，鸟鸟突然觉得自己应该是舞台剧女王。对。对，就是看到丹妮老师能完成特别完美的表演，然后我自己心里也很激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谢谢，很有感染力。谢谢老师，谢谢。哇，丹妮演的太好了，丹妮，我真的觉得你演什么角色都会非常的棒，就像阳光一样耀眼，也像我们的老朋友茄皇一样，每桶有约1颗阳光番茄在里边，而且汤底酸甜浓郁，真的，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像你一样是宝藏，绝对错不了。谢谢老师，再次掌声送给丹妮。谢谢老师，谢谢大家，谢谢。今天我看到她在台上穿着红裙子跑过来的时候，嘿，大家好，我是丹妮。我觉得好灿烂，它就是一个热烈的夏天。那么多的树你撞啊！你看到她终于站在这个舞台上，而且在这儿发光，就是会被她感动。隔着屏幕都能被她打动，然后她又讲述的是她内心真挚的愿望。但打心里边呢，我不是很想总演老太太。我一直因为我的声音沙哑、音域低，就会演老人嘛。年轻那会儿啊，他们都说我这个额头啊，
清秀发亮啊！你看我说的没错啊。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不必和畏惧，而今心怀坚定。演老人演多了呢，再想演其他以外的东西呢，就没有人信服你，或者说他不会首选你，或者觉得选你是一个备案。所以这种处境让我觉得，我需要一些我自己的表达，需要找一点别的事情做。然后恰巧那个时候接触到了一些做脱口秀的朋友，然后就在我30岁的生日那一天上了人生中第一次的开放麦。大家好，我是丹妮，我是一个音乐剧演员。后来我开了自己的专场《百变女友》，也收获了越来越多观众的喜欢和掌声。季军，丹妮。脱口秀给了我第2次新生，让我被更多的人听到了。谢谢大家，我是丹妮。大放异彩，闪闪发光。Danny， 来，5位朋友上台，走。对，他们俩肯定进了，我觉得。张李梦洁分也是最高的吧？也挺高的。先要看一下，笑团给出来的票数是一样的，观众给出来的票数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吗？请看。我觉得今天其实还算是超常发挥吧，因为我觉得我衔接的还是比较自然，然后等观众等的也恰到好处。我感受还挺好的，在预期之内的表现吧。今天你队太强了，都不会低的，这肯定都稳进了。但你得200以上。陈老师，瑞瑞又碰见这样的局面了。104，哇，高丽，太厉害了！是的。瑞瑞又碰见了这样的局面 ，no！ 瑞瑞，怎么办？他就是命。咱俩纯双胞胎。再次提示大家，全场的满票是210票，小齐得到了206票，丹妮得到了204票。所以，在1v1v1 3组对抗中，李梦洁和丹妮成功联手，2位晋级，并且你们的团队是一个不会被拆散的团队。掌声送给李梦洁和丹妮。谢谢。哇，好感动啊！厉害，加油！3位，侯志远、林琛、瑞瑞进入到待定区。咪姐，所以不能说4嘛，不能说4，不吉利。不能说4。是吧？这样3次就在这儿，但确实是跟咱们预想的一样啊，真整不了。组队很难拆组艺，哎，比的我俩没脾气，没脾气。朋友他也没成绩，哎，回到家里流鼻涕。对，就是这么一个感受。感觉比赛段子都好笑，是不是讲这个就赢？我说pardon，开玩笑。确实，哎呀，还是那个中不溜的自己。我们俩也是，去年回去以后，也有做很多努力，但是，还没有看到太好的显化，可能是还在消化的过程啊，可能期待后续有更好的表现。请2位把自己的名牌插入进题靶。我插你的，你插我的。
太厉害了！超级大美女，我知道你可以的。来，你go！ 好厉害呀！第一次这么早做这边，有点不适应。反正是赢了，运气好。有丹妮，丹妮今天还给了个贝壳。对，我们幸运贝壳，我专门去海边捡了幸运贝壳给到我们这6个人，因为我之前在阿那亚比赛的时候，所有拿了我贝壳的人都晋级了。咱们这组肯定全进啊。对啊，咱们不用有任何愧疚心。他们分数非常高，而且他们非常好笑。我们这个幸运贝壳以后要经常带在身上。OK。我们这个节目真的是一个有魔力的节目，尤其是对瑞瑞。每一季当瑞瑞表演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哇，他好厉害。随后会出现一个，让他体无完肤。只要是和瑞瑞 PK， 就有好前途。完全不管瑞瑞的死活。是的，而且在看完了这个局面之后，妮儿姐把你刚才说的话大胆的说出来。我说瑞瑞别说保2进4，你就说4不好，你就平房。不能说4啊，4不吉利，你自个儿说的。哎呀，好像。大意了，就怕别人说这事儿，就别人不提也没事儿啊。这叫一语成谶。对。哎呀，不严谨了，真的有点不严谨了。哎呀，这个我觉得张绍刚老师给总结的那个非常好，就是脱口秀锦鲤呀。如果想在这个舞台上拥有高光时刻，那么就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联系瑞瑞跟他 PK 吧。就是挺忘对手的那么一个演员，你少见，你知道吗？忘对手，我真是。这是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3季的第1波比赛，我们现在已经有7组朋友完成了自己的比赛，希望接下来的比赛每一位选手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惊喜。比赛暂时告一段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来到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3季。我们的第1赛段双人成型赛即将继续。你永远不知道你对面的那个人他在经历一些什么。我做到了，我体面的回来了。是你做到的。我激活了22年的记忆。怕你飞远去，难受，更难受。沙老师你在干什么？干嘛？快乐不整虚的，咱的评价都是真的。感谢帮我们发现好去处的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1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颜值饥渴，鲜满10分。感谢颜值下降但鲜味爆表的海天博颜特约赞助播出。可口可乐益生元汽水，快乐不卡顿。本节目由可口可乐行业赞助播出。乳铁蛋白加乳脂球膜，助力宝宝体质双优。感谢真心守护宝宝成长的美蛋陈蓝针赞助播出。好网络就选中国移动，本节目由指定产品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咔嚓咔嚓，一起脆翻天，本节目由美味酥脆有料有趣的雀巢脆脆鲨赞助播出。一场仅朋友可见的线下聚会即将开启，打开效果小程序即可参与限定活动。6月26日起，周5、周6中午12点正片更新，会员抢先看1周。每周日中午12点段子加更，居然还有段子可以看。每周2中午12点，脱友好好玩公园看脱口秀演员的游戏时间。合作生活脱友日记大王洞的夏天即将上线，遇见他们第2季即将回归，朋友们请保持期待。你又带着冷笑话出现，幸好只有我懂你的笑点，不用解释，一个眼神到位，不用装完美，做自己才最宝贵。哦，拜托拜托，暂时忘掉一切，相机
要和你聊到凌晨3点。烦恼往外跑，今夜有你们真好。这是我们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丽丽城传媒、天气通、新浪新闻、腾讯娱乐、GQ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指定问答社区、知乎的大力支持。上知乎参与脱友3问题讨论，参与知乎剧综圈子活动，解锁惊喜好礼。感谢独家播客合作平台小宇宙。想继续听脱口秀演员们台前幕后的真实故事，上小宇宙 APP 搜索脱友3特别企划，一起听见喜剧人的老友局。感谢脱口秀和他的朋友圈：安阳喜剧、搞笑圈喜剧、后阳喜剧、来风喜剧、来赛喜剧、蓝梗喜剧、是个喜剧、无名喜剧、喜剧联合国、跳海酒馆、北平机器、水果汤泉、Mix 岛、西西里村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